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行长卡什卡利表示，央行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观察数据后再开始降息。卡什卡利认为需要更多证据来确信通胀正大幅回落至 2%。让我们关注 Chipotle 获股东批准进行 1.50 分股票拆分，记录日为6月25日，分配日为6月25日收盘后，股票将在6月26日按调整后的拆分价格进行交易。接下来，英伟达凭借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蓬勃发展，其股票在过去1年中上涨了近 217%。该公司强劲的财务表现和长期增长潜力使其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这条，受中国贸易数据预期提振，油价录得4月初以来最大周涨幅，布伦特原油微涨至每桶82美元，延续上周 3.8% 的涨幅，创5月中旬以来首周涨幅。接下来，亚股普遍走软，因中国经济数据即将公布，欧洲政治不确定性打击风险偏好，欧元承压。分析师预计中国5月零售销售额年增长率升至 3.0%， 工业产出增长率降至 6.0%， 城市投资增长稳定。让我们关注4月日本核心机械订单首次出现3个月来首次下滑，表明资本开支疲软，而资本开支是经济持续复苏的关键。让我们关注中国央行维持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不变，抽取部分银行系统资金， MLF 利率保持稳定，与市场预期一致。利率收窄和货币贬值限制了北京方面为支持经济放松货币政策的范围。下面这条，新加坡一艘疏浚船失去引擎和操作控制，撞上货船，导致漏油，污染了该市南部海岸。当局正在调查并部署清理设备，海滩和公园已关闭，志愿者正在巡逻。让我们关注印度现代汽车公司计划将部分本地业务进行首次公开发行 IPO， 可能成为印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此次 IPO 所得收益归现代汽车公司所有，以推动其股价上涨逾 6%， 创历史新高。下一条，韩国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元表示，集团会避免其近期离婚赔偿金影响 SK 公司遭受恶意收购等问题。崔泰元已对首尔高等法院要求其向妻子支付超10亿美元离婚赔偿金的裁决提起上诉。分析人士认为，崔泰元或出售非核心资产或借贷支付赔偿金，以维持对集团的控制权。下一条，中国5月房价加速下跌，此前政府强有力的房地产支持措施尚未提振需求，7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跌 0.71%， 创2014年10月以来最大跌幅。二手房价格下跌 1%， 为2011年采用当前数据收集方法以来的最大跌幅。下面这条，服装零售商发现减肥带来商机，受减肥药带动而减重的人士正购买新衣，其中许多人倾向于更显身材的款式和大胆的设计。下面这条，泰坦号实验潜艇去年沉没事故后，深海探索热度不减，美国海岸警卫队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公众听证会将推迟至少2个月。尽管事故引发安全担忧，但多家深海探索公司计划继续探索泰坦尼克号沉船。下一条，奥博控股任命前澳式橄榄球联盟首席执行官吉伦·麦克拉克伦为新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接替此前因涉嫌在工作场所使用冒犯和不当语言而辞职的前首席亚当·里滕斯基尔德。最后这条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和国内需求疲软，德国机器人行业前景不容乐观。外来订单是该行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国内订单已大幅下降。预计2024年行业销售额将仅增长 2%， 达到165亿欧元，与去年持平。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